若要按魏无羡的方法，还需要做些准备。两人便到镇上去采买所需物品。听闻即将举行鼓风祭，镇上好不热闹。江南不缺雨水，就怕下得太多。鼓风祭是彩云镇每年都举办的大祭典，祈祷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。彩云镇不比彩衣镇，不大，人口也少些，但风景好。祭典期间各种活动也很是丰富精彩，引得不少人也会慕名而来，所以每年鼓风祭期间都是人挤人的，热闹非凡。魏无羡似乎也被镇上的气氛所感染，兴奋异常。他们沿着街边走，魏无羡总是会被各种小摊吸引，这里逛逛，那里看看，时不时还叫他付钱买几样。蓝忘机总算是知道自己净室里那堆小玩意是怎么来的了。你怎地这般高兴？在蓝忘机的印象中，只有孩童才会在节日这般兴奋不已啊！魏无羡看着手里拿着的七七八八的小玩意，以为蓝忘机是嫌他买的多了，有点不好意思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一下没忍住，我也不知道怎地收不住手。难道以前买个土豆都要讨价还价半天，不然都买不起？现在突然能随便买的感觉太好。”蓝忘机其实不是那个意思，又不知作何解释，便拿出钱袋递给他。魏无羡看那钱袋是完全不符合蓝忘机的秀气小巧，好像有点眼熟。思索间，蓝忘机已经把钱袋放在他手里了，他赶紧摆摆手道：“蓝湛，你可别给我，我就没有带钱袋的习惯。以前在莲花坞都是记账，再后来去了乱葬岗，身上就没几个板，根本用不上钱袋，小心我给你弄丢了。”蓝忘机却不答他，直道：“喜欢便买。”春日里早晨还是有些凉，有风拂过眼前人，引得衣袂翻飞，抹额随发丝飘扬，带着那人的清冷气息，吹散了阴阴湿气。明明是凉的，却让魏无羡心底感觉暖暖的。他也没再买些什么，心满意足地待在蓝忘机身边走了一阵。前面迎来几个少女，或扇面微眼，或丝卷捂嘴，嬉笑推嚷着，时不时还抬眼瞟他们这边。魏无羡就是习惯性的回以微笑，引得姑娘们一阵窃窃私语。经过身旁时，其中一个姑娘将一只云鹰塞到了他的手中，他只是一愣，便又笑着叫住几位女孩：“哎，妹妹们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可否解答？”女孩们停下了脚步，怯生生地问道：“何事？”“我看镇上的人喜欢拿着这云鹰，一路上见得好多了，可听说有这云鹰的地方距离不近，大家何以去这么远的地方采摘这花？”“公子有所不知。”一个女孩答他：“这花又叫恋告草，是为告知恋情到来之意，所以多用来表白。镇上的情侣夫妻也都用来表爱慕之情。”说着看了一眼刚才送花的少女，那少女羞红了脸，推了他一下。魏无羡会意，笑笑道：“那在下多谢姑娘赠花美意。”那女孩羞得掩面，加快了脚步离开。祭典上人们也习惯拿花互赠，少女遇到了看着喜欢的郎君，赠予一支表欣赏之意也是正常的，其实没那么多心思。蓝忘机一直静静地站在旁边，看了眼那株花，一言不发。两人又花了好半天时间才回了客栈，可那清奇的床又恢复了原样。原来是店小二来打扫的时候，看到纱幔被叠在墙角，又给他们装回去了。两人皆是一阵无语。蓝忘机又过去两三下，将那些纱幔扯下来，又慢慢的叠整齐。魏无羡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过去将那些东西揉在一起，往墙角一扔。昨日一宿没睡，今日又在外面跑了一天，累都累死了。这人还有心思在这里叠那堆垃圾。然后他拿起茶壶倒了杯茶递过去给蓝忘机，道：“别叠了，他们自会处理。”蓝忘机接过，魏无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就算天还不热，走那么久却也是真渴了，仰头就给自己灌了一杯。这一口下肚，心道不好。因昨日那件事，他明白要在蓝忘机面前肆无忌惮的喝酒是不可能了的，所以早上出门时溜在蓝忘机后面，偷偷吩咐小二，让小二准备2茶壶，白的装茶，绿的装酒，打算来个神不知鬼不觉。结果他累了，回来就忘了，再看手里拿着的是绿茶壶。蓝湛，你先别喝。他再看过去时，蓝忘机早喝完了，许是也渴了，也是一口闷，根本没想过喝的是什么。就看蓝忘机待了不到1秒，便撑着桌子睡过去了。魏无羡才明白，堂堂韩光君竟是个一口倒，差点没笑得在地上打滚。别人都是先醉再睡，蓝湛是直接睡过去了。魏无羡笑够了，看蓝忘机睡得正香，想着不能让他这么睡一夜吧，他之前喝醉，人家还背他来着。他便过去架起蓝忘机，想把他拖到床上去，
可莫玄羽现在这身板，不止比蓝忘机矮了一截，还要瘦不少，要架起蓝忘机走是相当费力。没几步就感到力不从心，魏无羡不禁又在心里暗骂以后的自己，也不知道成天干点啥，就不能稍微锻炼一下。他吃力地迈着步子，没走几步，突然感觉肩膀一松，然后被人重重的一把推了出去。他本就吃力，这一下直接被摔到地上，他吃痛叫了一声，转过身对上蓝忘机清浅的眸子，果然是蓝忘机醒了。蓝湛，你和我有仇吗？他揉了揉撞到地面的膝盖，有点委屈道，痛死我了。蓝忘机听了，有想上去扶他的动作，晃了一下却没有动。魏无羡倒是自己爬起来了，嘴里免不了抱怨几句，毕竟他是好心，还被推了一把，心里不高兴也是正常。蓝忘机并没有搭理他的抱怨，开口道，喝水啊？魏无羡还没听明白呢，蓝忘机又道，我渴。魏无羡不明所以，平日里蓝忘机就算渴了也是自己倒来喝的，何曾使唤过他。不过他还是给他倒了一杯茶。看着这个不对劲的蓝忘机，蓝湛莫不是还醉着？然后拿起方才的绿茶壶给自己灌了几口酒，就见蓝忘机也没有喝自己手中的茶，倒是指着魏无羡手上的那壶道，我要喝那个。这个你可喝不得，一口就倒了，多来几口还了得。魏无羡就问他，蓝湛，你是不是醉了？没醉，还有点气呼呼的口气，果然是醉了。但蓝忘机还是紧盯他手上的茶壶，魏无羡没他办法，道，不是不给你喝，是这壶我已经喝完了，不信你看。说罢把茶壶递过去，然后快速的将盖子一开一关，其实哪里看得见里面，但是蓝忘机就是信了，便把自己手上的那杯茶喝了。魏无羡自小和人斗酒到大，对付醉鬼还是很有一套的。然后蓝忘机看他又揉了揉膝盖，问他，还疼吗？疼，疼死了。其实没多疼，他也就因为比较瘦才觉得磕到一点，面上倒是喊着委屈，我刚才是想扶你去床上睡觉的，你还推我。好。蓝忘机干脆的答了一句，把碧晨抽出来往地上一扔，就开始脱衣服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是说刚才我为什么扶着你，不是叫你去睡觉。说罢看蓝忘机又不动了，魏无羡忍不住噗一声笑出来，蓝湛喝醉了原来这么可爱的吗？怎地剑也乱扔？他弯腰去捡可怜的碧晨。本来蓝忘机习惯将剑放在床头比较近的地方，但魏无羡怕他喝醉了待会又乱扔，便去到案几旁，把碧晨和忘机琴摆在了一起。案几上还有刚才路上小姑娘送他的那只云鹰，魏无羡回来的时候拿了个白瓷瓶摆了起来，衬得深红的花瓣格外醒目。蓝忘机走过去，不由分说拿起那枝花就往地上扔。哎，蓝湛你干嘛？魏无羡怕他踩到了，又捡起来，岂料蓝忘机抓着他的手腕道，不准捡。蓝湛你醉了，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没等他说完，蓝忘机又伸出另一只手去抢。魏无羡觉得怎么蓝忘机老喜欢和自己抢东西，以前好像也不这样，推推搡搡间，他道，蓝湛别抢了，云鹰花瓣本就松散，待会散了会弄得到处都是。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捡起来，不让蓝忘机乱扔的。蓝忘机根本不理会他，看抢不到，便一扬手，力气之大将魏无羡手里的花打飞了出去。本就被又推又抢的花枝花瓣早就松动的不行，这一下全散开了，空中好似下起了花瓣雨。魏无羡无语，这下是真的弄得满地都是，也不知蓝忘机是怎地了，就是要和这花过不去。他想了想，笑着调侃他道，蓝二公子莫不是看小姑娘送我不送你，喝错了吧？蓝忘机并不答他。魏无羡一抬眼，便看到蓝忘机浅琉璃色的眸子直勾勾地望着他，他似乎都能从那双清浅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倒影。空中花瓣飘散，有一朵堪堪擦过蓝忘机的唇瓣，他记起蓝忘机的唇非常柔软的触感，鬼使神差的，他向前走了一步，将自己的唇贴了过去，只是轻轻的浅浅的贴了上去。不过一会就离开，然后看到蓝忘机呆呆的愣在原地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哈，蓝湛，你看你吓成这样，一个吻而已。然后他勾起嘴角，笑得像只皎洁的猫一样。我们既是道侣，肯定这样的那样的，该干的不该干的全干过了，肯定也吻过1800回了。蓝忘机还是不答他，只是不知想起什么似的，洁白的耳垂染上粉色，再渐渐变成艳红。魏无羡难得看到局促的蓝忘机，觉得喝醉的他好玩，又更贴近一点道，韩光君可还记得我们刚醒来那天早上，
然后他低低的笑起来，要不我们也试试，说不定会想起什么。他的说法极度暧昧，若是平时的蓝忘机绝对会恼羞成怒和他大打出手，可现在的蓝忘机醉着呢，脑子也不是很清醒，答了他一句好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